长这么俊俏，少将军，他瞪咱们。我喜欢，先弄回去玩玩。是要把他豢养起来吗？可前2日您刚威逼利诱，哄得阮家公子点头答应。这人要是弄回去，难道我要为了一片瓜田放弃另一片瓜田吗？不行，整个瓜田我都要。阮郎先瞒着他，先把他带回去，到时候阮郎问起来，再狡辩也不迟，是吧？老娘原本是21世纪跆拳道黑带，没想到意外穿越到这儿，美男美景应有尽有，这日子岂不快哉？少将军，元帅请您即刻回府。什么事儿？宫里来人了。后位空悬，于国无力，望皇上三思。嘉贵妃温公贤良，淑慎其身，性德从容，人善通达，实乃后位之不二人选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微臣夜观天象，西北辅星与地星遥映生辉，可使大雍朝风调雨顺；地星福泽与日月同辉。屈来，你什么意思？难不成皇后在西北？你说的可是被人称作为西北女流氓的楚西大元帅之女。那个传说中的女霸王叫什么？回皇上，叫冯姓。洪姓，一听就是个不安分的名字。是冯，不是洪。那楚西大元帅叫冯飞鸿。朕要问，他女儿今年多少岁？回皇上，算起来今年应该20岁。少将军，见过父亲。大家都坐吧。京里传来圣旨，叫你去跟皇帝结婚，当皇后。再怎么说，结婚之前都得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人吧？他要是提前了解过我，应该不会冲动。他可能想娶的并不是你，而是我楚西40万大军。我最讨厌这种两面三刀、虚情假意之举。父亲，要不我们造反吧？属下属下愿追随元帅。少将军，造反容易，问题是造完反以后，谁来当这个皇帝？反正我不想，你想吗？我当皇帝大都短命，我也不想。那我还想，反！一天到晚就知道反，想当反奸想疯了吗？自古以来，胜者为王，败者寇，反贼都是对弱者的称呼。现在的皇帝他爹不也是造反来的吗？哎，爹，咱们冯家乃将门，怎么能反呢？要我说，我进宫当那个皇后，生个孩子，到时候去父留子，另立新皇，这不比直接造反省事多了？这头，在去收拾东西，准备进宫当皇后去。是，少将军。把这个小白脸也带上，路上解解闷儿。送吗？皇后，我那狗皇兄居然出此下策来狗背皇权，真是有够愚蠢的。那如果帝后离心的话，我岂不是多一成胜算？你叫几个人去库房取武器，挑几件留给冯韵，剩下的全部给我打包带走。是。等会儿忘了这个有点重量，一起给我打包带走。
少将军还真是厉害，几乎没有不会用的武器。不过，咱们好歹是出嫁。哦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这样，你去给我房里收拾点金银珠宝，还有首饰什么的。咱们也不能太寒酸，是吧？好，我现在去。少将军，此去京城，我可祝您成就霸业。想不到还是个野性子的，不过你的脸我另有用处。我的脸，果然还是拜倒在小爷的美色之下。进京的话，还得想想办法遮住才行。启禀皇上，据楚西传回消息，冯元帅正大张旗鼓替女置办嫁妆，应该不日要送女进京。圣旨已下，天下皆知。他要是不把女儿送来，便是公然抗旨，乃乱臣贼子。皇上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很丑？趁什么丑人没见过？不是，他长得丑，我还可以忍，可他为什么还长胡子？楚西探子传来的消息，冯氏女就长这样，比男子还要男子气概。要不皇上为了江山社稷，您就忍一忍吧。朕娶的不是他，是他身后的40万楚西大军。递消息给永安王，他一心造反，知道消息后必有所行动。是。哪怕他没有行动，你也要给他弄出点行动来。朕只要楚西大元帅进京奔丧。不能骑马了，真没劲。好想出去活动筋骨。光这一路上就遇到了2多次。为了以后的大业，少将军还是坐马车比较稳妥。咱们带的亲卫队可是楚西最精锐的一支部队，他们恐怕还不够看呢。少将军，您可万万不可轻敌啊！大雍皇帝，他生性多疑，为人长相丑陋，阴险狡诈，手段狠辣。他和你有仇？少将军，何出此言？我看你一直行的都是大雍的礼仪，这一路上我没听你说过他一句好话。他是给你抄家了，还是给你灭族了？那倒没有，我是敬仰少将军的风姿，甘愿做您的军师的。抄家灭族，他也别想活。少将军，这些人暗中跟了100-200里了。敌不动，我不动；敌一动，我死里弄。中看不中用，留着脸是看。我忍。他们打什么？不应该都冲着我来吗？这大晚上黑灯瞎火还蒙着面，做作。少将军，可要动手吗？不行，
你看啊，现在动手的是2伙人，那2个应该是主仆，很显然其中一个武功在另一个人之上，可弱的那个还在全力掩护强的那个。虽然不清楚对方是谁，一对主仆就敢单枪匹马来搞我，说明他们很自信。我就喜欢和这样的人打交道。摘桃啊，走不啊，干他们！看你们打了这么久，也该我了。卑鄙！主子的功夫就无人能敌，没想到这冯氏女身边还有高手。有点本事。哼，再不专心，可是会丧命。既然你的剑断了，我也不占你便宜。看招！还好还好，我派人一路保护着冯信，等人平安到了京城，他们鹬蚌相争，我好坐收渔翁之利。撤！摘桃，别追了！天杀的，他来杀人居然带着我的玉佩！走。少将军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我躲得比他快，没受几分力。何况这里肉厚，精打。这成何体统？醒了？少将军，刚才您无事吧？少将军，这玉佩一看便是宫中权贵，且是年轻男子才会佩戴的，而且现在宫中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查清楚这玉佩身份的来历，就可以顺藤摸瓜的找到这2个歹人。你见过哪个黑衣人出来干坏事儿，还揣着这么贵重的一块玉佩，还把它故意丢在那儿，让我们给捡到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少将军英明，这绝对是有人栽赃陷害，说明他们不够严谨。少将军说的是。主子可有大碍？可才拐的！那人虽然不弱，可他也受了主子一掌，没讨着好。他打了朕2拳，却只受了朕1掌，你觉得一样吗？是属下之过，没能事先打探清楚冯氏女身边人的身手，请主子降罪。虽说没能将这红氏怎么样，但是永安王的玉佩落在现场，目的也算达到了。朕没怪你，起来吧。不论如何，红氏不能活着进宫。哪个杀千刀的敢伤少将军至此？要是被我抓到他，我定将他千刀万剐。逮到他倒不难，只要谁的手掌与这掌印契合，谁就是凶手。难道要让人挨个来合少将军胸前的掌印吗？那岂不是人人都要摸一把？这倒是个好主意。他这性格和皇兄还真是绝配，够那狗皇兄喝一壶的人。摘桃。是。小美人儿，大胆敢踢本王爷！
胆子这么小，这么点动静就把你吓成这样，你还想做我的军师？我这不是怕连累少将军吗？哼！唉，后日我大婚，你要不进宫当我的侍从吧？我，祖上是京都人士，在京城有宅邸的，就不劳烦少将军费心了。不是你，啊！你，全是群废物，把头抬起来！岂有此理！一群废物，有几个人？可看清他们的面貌？回主子，就一个人，还蒙着面，没看清脸。就一个人，把你们打成这样？是，还有一个见我们来时就躲在桌子底下，不像是高手。看你脸上的脚印，倒是小巧，是被女人踢的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何以见得？他不仅能打，还骂得很脏，哪有女的说话这么脏的？啊！哪个傻签到的，在背后骂我？少将军，都安排好了。哦，对，你以后可不能骂人骂那么脏了。可是，在西北京城水深人多眼杂，咱们要隐藏实力。你只当我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皇后就行，剩下的就静观其变吧。好吧。哦，对了，少将军，这是你要的药，猛男提泪，新婚当夜给他来上一点，保准见效。哼，就是不知道大雍皇帝貌美否？不如我找个机会帮少将军试探一下。那洪氏女的八字如何？她能受住朕的天命吗？天命之事，恕臣看不透。皇上，您与皇后大概是注定了姻缘，姻缘长短，都看造化。姻缘，朕最不缺的就是姻缘。三宫六院也不见得您会享受。自古哪个享受三宫六院的皇帝长寿？朕还想多活几年。药呢？您总服用这酌情丹也不是办法。皇上本该有自己的子嗣，再过几年，要是后宫还没消息，朝臣们该着急了。他们及他们，你只需管好你的嘴。你要是管不好，不如撕了它。臣这嘴也不是完全没有用，至少在皇后那边，您高大威猛的形象算是立住了。看你这样子，情况不乐观。少将军，我已经给您打听好了，但是要让少将军失望了。根据青天剑的描述，皇上约莫是个丑八怪，而且还不好相处。唉，不过没关系，少将军，男人嘛，熄了灯都是一样的。那可不一样，猛男和弱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皇上今日大婚，该高兴才是。娶这么个人进宫，还指望朕敲锣打鼓吗？这毕竟是皇上自己选的，是朕亲自选的，这婚门生成了便是。怎么，还要朕笑脸相迎？朕没那个脸。你要是意见大，不妨你替朕去。皇上为了江山社稷，忍辱负重，令臣五体投地。真是冠冕堂皇。还好有珠帘覆面，不至于污了朕的眼睛，丢朕的人。这手居然长得还不错，可惜了，脸是个不能看的。
帝后相携，珠联璧合，祈求国运昌隆，风调雨顺，大雍千秋万代，国祚绵延。以往调戏小儿郎时也摸过对方的小手，现在怎么感觉有些奇怪？难道是因为他长得太丑了？这红杏一直低着头，怕不是真如画像一般模样。老娘跟你牵手，你不乐意也就算了，还用力捏我，那就是你不道德了。皇后，握这么紧做什么？是想弄断朕的手吗？皇上突然用力握紧我，我感受到皇上的情意，回敬一下，望皇上不要误会。你怕不是误解了朕的情意？这也是臣妾的热情，希望皇上不要误会。女人力气谁会有你这么大的？我出生在西北蛮地，自幼养的一身力气，让皇上见笑了。你我今日大婚，你却伤朕龙体，朕大可治你的罪。丑人多作怪！皇上，你要是不想与我成婚，大可以今日昭告天下，取消婚礼。臣妾千里迢迢从西北过来，不是在这里听你颠倒黑白的。皇上，着实该敬香啊！皇上，您该进香了。祝帝后永结同心，祝大雍长盛不衰。离场。王明德在。送皇后去中宫。是。奴才汪明德专管后宫庶务，往后皇后娘娘有事差遣奴才便是。有劳，先去把我的嫁妆和我的人都放进来。娘娘不合规矩，婚礼还没结束。他这就走了，这就合规矩了吗？有什么我担着。哎呀，是。慢点儿。中宫的情况如何了？皇后很忙，她把冯家的护卫全都带进宫了。进中宫以后，先是安排部署，而后把宫里的人全都召集起来，认了个遍。放肆！他这是把朕的皇宫当他的西北老家了吗？宫里没有这个先例。皇上，要不要把那些护卫全部打出去？打出宫啊？那两个贼子去哪儿找？皇上，怡清宫来人说嘉贵妃身子难受。她这病，罢了，朕去看看。摘桃，你去问问清楚，皇上什么时候来？是，咱们好提前准备着。这便宜丈夫也不是一无是处啊，至少出手够大方，就是这重量有够沉。气死我了！哼，气死我了！怎么了？难道皇上他恶疾突发来不了了？要是恶疾突发就好了。嘉贵妃身子不舒服，皇上连夜赶去她那儿了。今日可是帝后大婚，她可真会挑时候生病，这不是摆明了想让您难堪吗？看来他爱护娇娇女子的心，同我当时想爱护每一个好男儿的心是一样的。罢了罢了，那这药……哦，你去收好，不急，留得青山在，总会有柴烧的。早点睡吧，帮我拆了。皇上驾到！不，快！蜡烛，把蜡烛熄了。好，要快啊！药粉给我。
啊，可是我总觉得怪膈应的。皇上刚从嘉贵妃那儿回来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让我先看看猛男是怎么提泪的。猛男提泪是吧？那边。这皇后还把灯给熄了，这也太不懂规矩了。灯熄了，倒是有些自知之明，省得辣了朕的眼睛。啊！皇上快坐。皇后如此态度，不像是诚心欢迎朕。你要不要看看现在是什么时辰？不管朕何时来，皇后都该迎朕。皇上您日理万机，夜里更是十分操劳，一晚上要赶好几场，在时间管理上谁比得过？皇后也不必这般阴阳怪气。新婚之夜，朕不还是来了吗？是啊，您既然来了，那您现在就喝合卺酒了。已经开始期待药效了。是该喝着合卺酒。刚拿嘉贵妃试验过，效果还不错。还有一个给皇后喝了，正好。不劳皇后动手，朕亲自给皇后酌酒。那就多谢皇上了。没想到他竟然这般迫不及待。啊，这是宫中秘酒，须得晃一晃，才能充分的挥散出它的酒香。那皇上不妨多晃几下，正好能让粉粉充分融合在酒里。皇后说得对，这下濯清丹应该彻底融化了吧？他怎么没反应？难道是这么点粉对这一大壶酒，他才喝一小杯？以往一颗丹兑一杯茶，现在兑了一大壶酒，他才喝一小杯，一定是量不够。今夜良辰美景，皇后，要不再来一口？皇上说的极对。我就不信了，美酒难得，皇上多喝点儿。皇后初次品茶，理应多喝一些。您为尊，应该您先喝。你皇上，皇后娘娘，谁敢打扰朕与皇后春宵一刻？给朕退下！好险，差点就看见了狗皇后的丑脸。为什么濯清丹对她没有效果？是不是这颗没有炼好，所以失去了药效？明日定好好收拾徐来。不是说好的猛男提泪吗？猛男猛不猛不知道，可怎么不见他提呢？难道粉粉放太久过期了？皇上，皇上，这酒既然已经喝完了，咱们不如早些就寝吧。好啊。哎呀，天太黑呀！皇上，你怎么伸脚绊人呢？哎呀，好痛啊！朕都没好，你好朕！皇上，你没事吧？你竟敢打朕！哪有的事？
没有的事儿。方才一巴掌打到朕的脸上，你还狡辩？我没有，都是皇上，你是不是想办我？你要是不办我，就没有后面的事儿了。朕办你了吗？朕会办你吗？会不会是你自己走路没看路？你那个脚跟螃蟹一样伸出来了。朕腿长，时不时伸出来舒展一下，怎么了？怎么，腿长有错吗？你意思是意外了？有刺客！皇后，你小心，朕去看看。哎呀，我去！皇上，你走前面，不许回头。是。刚刚听到外面有打斗的声音，刚有个毛贼让我给解决了。今晚皇上走了，那少将军的计划……你那包粉粉是不是没有药效啊？假冒伪劣产品？怎么可能？那可是独家秘方。皇上他好像没喝酒啊？那还有药吗？没有了，为了药效，刚刚全放酒里了。皇上，属下无能，那人武功高深，实难应对，但确实是2个神秘高手之一。想要对付皇后，皇上，不如趁其中丹药以后。此事还需从长计议，不能我们亲自动手，得找个替死鬼。周正，你最好有什么十分紧急的事情向朕禀报。皇上，咱们的探子在京中发现有安王踪迹，要不要？这狗皇帝心眼子还真多。哎，这都是小事儿，咱们再细细谋划一番，一定能一举拿下。外面好像有动静啊！回宫里再说。本王早就猜到你们不会善罢甘休，所以一早就找好了替身，就是为了蒙混周正。本王真不愧是在世诸葛亮，这天地间最智勇双全之人。你是谁？混进中宫想做什么？是你？你不是回你京中的宅邸了吗？怎么在这儿？还穿成这个鬼样子？少将军，我实在是仰慕您的风姿，这才千辛万苦混进宫，追随您，成就一番千秋霸业。小美人装扮起来确实别有一番滋味儿。以后你就留在中宫吧。谢少将军，不是，谢皇后娘娘，我必肝脑涂地，为您效劳。不过，你既然是这个装扮进宫，那声音也得变一下。这样，夹一个给本宫听听。是，娘娘。老天给我如此绝色的容貌，不用来做点什么，岂不辜负？谋士以身入局，胜天半子，就让我来搅弄后宫风云吧。时候还早，姐姐宫里的人我都玩腻了，却给我找一些好看的。是。站住！你是哪个宫的？奴婢是皇后娘娘宫里的。哦，怪不得本公子没见过。今日有缘，这朵鲜花赠予你，鲜花配美人儿。皇后娘娘宫里
还有事，奴婢告辞。去给我打听打听，皇后身边这位到底是谁？是。知道姐姐，吓我一跳。哎，你穿我衣服干嘛？皇后娘娘说我穿粉色好看。变态。那正好，随我回中宫。摘桃姐姐，刚才有人非礼我，还塞给我这个小花。谁这么大胆？废物，连个人都打听不到，滚！就是他。放心吧，姐姐保护你。哼。小美人儿，方才匆忙，忘了问姑娘芳名。我叫摘桃。摘桃，还真是人如其名，像桃子一般可爱。我不是桃子，我叫摘桃。好像有人来了，快躲起来！去你的！在西北，他们都叫我摘头，少将军觉得不好听，这才把我改成摘桃。哼！平日我最恨这种无耻浪荡之人。就是他糟蹋的你？是。摘桃，把他送到净身房，让他好好修身养性。得嘞。多谢皇后娘娘为我做主。本王只是随便一出手，就搅得后宫大乱。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其他妃嫔们呢？回皇后娘娘，众嫔妃一早差人传话来，说是病了，怕将病期过给您，故而不能过来参拜。怎么全都病了？什么病？会传染吗？娘娘息怒，这哪是生病，分明是没把我们皇后娘娘放在眼里。看来，在成为一名合格的太后之前，我还得先当皇后练一练手。皇后娘娘，这要统领后宫，除了名位，还得有凤印。谁手握凤印，谁就是六宫之尊呐。那我的凤印呢？娘娘进宫之前，一直由嘉贵妃代为掌管后宫事务，凤印暂时保存在嘉贵妃手中。凤印还是要拿回来，我的东西岂能放在别人的手里？嘉贵妃她不是病了吗？走，去她的怡清宫看看病去。是。姐，我疼姐啊！你可得给我做主，我可是咱们家唯一的男丁。到底是谁把你害成这样？本宫绝不饶他！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给咱们个说法。是皇后身边的宫女，叫摘桃。皇后，皇后驾到！皇后，你来的正好，本宫正要找你算账呢。贵妃娘娘，这些话您对皇后说出口，你真是大逆不道！怎么，有本事就处死本宫？你看他敢吗？冯氏，别人都奉承你，但本宫不怕。你纵然身为皇后，但也无权乱用私刑，更不能蓄意谋害世家子弟。说什么？他就是犯了天大的罪，也不能将人送去那种地方。今日你若不拿出个说法，本宫绝不罢休。届时，全朝百官亦会将你口诛笔伐，让你无处容身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听你骂了这么久，
我都听不太懂你在说什么。风氏，你谋害本宫的弟弟，你把他送去了净身房。我何时把你弟弟送去了净身房？我都不认识他。净身房全部太监皆可作证，是你的宫女叫摘桃的把人给送过去的。今天早上确实我在后宫撞见一个男子，欲对我的侍女行为不轨，被我逮住之后呢，我看他挺像那个刚进宫的小太监。我看净身房没什么人排队，就让他专门把人送过去了。对，就是我。做出这种无耻之事的，你还有脸说？谁知不是你蓄意勾引，妄想攀高枝，像你这样的贱婢，本宫嫉妒！可是他还准备了这帕子，上面还有迷香呢。仅凭一张帕子就想污蔑本宫的弟弟，痴心妄想！嘉贵妃，我看这个菊花的纹样挺特殊的，一查便知正主是谁的。王公公，去查查。够了！嘉贵妃刚刚骂什么？你以为我不进宫，这皇后之位就是你的？可事实是，哪怕我不进宫，后面也轮不到你。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我，我最讨厌别人惦记着我的东西，记住了吗？是。还骂吗？嘉贵妃言行不当，按照宫规理应严肃处理。那她是皇帝的宠妃，本宫打不得也骂不得，就罚1年月历吧。臣妾言行无状，也是因为……对了，这等世家子弟逗留后宫，行淫乱之事，这事儿如果我处理不当，被全朝文武百官知道，岂不是会被口诛笔伐？那我岂不是很惨？不行，王公公，在，你把政务呈到皇上那儿去，让他处置。等等，别等了，再等，文武百官可就口诛笔伐不了我了。皇上，臣要状告皇后目无纲纪，草菅人命。臣的儿子不过是进宫陪伴贵妃娘娘，没想到却遭皇后如此毒手啊！冯氏身为皇后，仗着西北势力，在后宫胡作非为，简直就是祸乱朝纲。皇上，这是皇后娘娘送来的。念一遍。是。裴宰府之子裴恩宇在后宫胡作非为，夜宿后宫，淫乱宫女，妄图染指皇后娘娘身边侍女。在此之前，更是有宫人遭其迫害，投井自尽，按律应当处死，但皇后娘娘体恤，留其性命。这么安静，怎么不继续了？臣等不敢。裴宰府是交了个好儿子，这是把朕的后宫当他自己的后宫了，隔三差五的往后宫跑。朕体谅裴公子辛苦，以后直接住进后宫了。皇上与皇后娘娘同心同德，皇后娘娘也是此意。什么意思？皇后念贵妃和裴公子姐弟情深，现下已送去怡清宫，让他们也算是姐弟团圆。这狗皇后还真有手段。臣恳请陛下处死逆子，依正律法。宰府为国尽忠，膝下仅有一子，绝不能让宰府绝嗣啊！还请皇上开恩。朕念及宰府劳苦功高，恕其死罪。裴恩宇流放闽南，永世不得回京。不过此事倒是提醒了朕，家宅不宁，何以安邦定国？张御史，你带着人好好去查一查，若有问题，朕绝不姑息。嘉贵妃，
你身体不适就专心养病，管理后宫的这些事。臣妾是病了，不过皇上昨晚来过，臣妾这病就好了。明明没有生病，却请病假，这叫什么？叫欺君罔上。不过臣妾又忽然觉得身体不适，可能是昨晚事情太累了。那你这身子真的不行啊，注意着点儿，别搞坏了。既然你身体不舒服，就好好休息。摘桃，去把凤印拿来，快去吧。是。哎，慢着，娘娘若是想要凤印，倒也不难，只是摘桃姑娘不熟悉怡清宫。福禄，你去带路。是。其实皇后不必如此辛苦，臣妾管理后宫从没出现过岔子。我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我便有义务照顾好你们，这是我的工作。嘉贵妃也可以轻松点。皇后娘娘，贵妃娘娘，凤印丢了。你说什么？凤印丢了？你说什么？凤印丢了？怎么丢的？这奴才也不知，凤印都是奴才掌管，从未出现纰漏。要说这陌生人经手，也就只有摘桃姑娘。我？你胡说八道！我刚过去拿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。皇后可得管好身边的人，这偷盗之事可是大罪。你说摘桃偷凤印，他偷来做什么？融了换钱吗？这奴才也不知。嘉贵妃，这凤印在怡清宫丢了，兹事体大。你执掌后宫多年，你怎么看？宫中规矩森严，自然是按宫规处置。好，福禄，你说凤印一向由你保管，现在凤印丢了，你不仅不去找，还在这里污蔑他人，这罪名可不小。如果数罪并罚的话，要是凤印找到便罢了，若是没找到，福禄，你可知罪。贵妃娘娘，你看我干嘛？皇后问你话，你回答便是。皇后娘娘明鉴，这真的不关奴才的事儿。贵妃娘娘，你救救奴才吧，是您让奴才这么做的。福禄，本宫真是错看你了。你也不顾家人安危，怎么能做出这等偷盗之事？福禄欺君罔上，偷盗凤印，还意图诬陷他人，把他交到皇上那儿去，听凭皇上发落。是。贵妃娘娘，你救救奴才！贵妃娘娘，走，你救救奴才！皇后还真是雷厉风行啊，比不得嘉贵妃，身边卧虎藏龙，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一个月80匹缎子，嘉贵妃，你当你自己是奇迹暖暖呢？什么？这貂皮狐毛，一个月要20多条，这都4月份了，你是准备在怡清宫里扑窝孵卵吗？大雍国富民强，不比西北苦寒，这些东西咱们还是用得起的。哼，这么多珍珠粉，嘉贵妃，你把它当饭吃啊？这内裤充盈。既说到内裤充盈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我看不如我们把宝库开一开，把东西也给妹妹们分一下，当我给妹妹们的见面礼了。皇后，您这样做，我怕内裤起不空了，皇上知道还是会怪罪下来的。嘉贵妃都已经开了这个先例，我也不能厚此薄彼啊。有好处大家分一分嘛。哼。
哎呀，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，陛下！出什么事了？慌成这样。内库的人来报，贵妃这月所耗金银丝绸数额巨大。他不每个月都这样吗？皇后一视同仁，给所有的后宫娘娘都送过东西。送就送吧，钱能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。内库的人来报，内库已经空了。什么？皇后娘娘体谅后宫的娘娘们侍奉辛苦，所以把整个内库全都搬空了。这个皇后，传旨下去，今晚去中宫。哎，别动！这才是我该过的日子吗？娘娘，您走了以后，贵妃在宫中发了好大一通脾气。哎，嘉贵妃姐弟家的事儿跟咱们无关。不过我弟弟要是这副德行，我一拳打得他满地找牙。汪明德说您把内库搬空了，皇上今晚要来找您的麻烦。晚上你俩最好打起来，打得你死我活，然后顺理成章我继位。还要来中宫？我现在美人在侧，真的不想看见他的丑脸。晚上，现在什么时辰？戌时了。我内急，皇后娘娘，我先行一步。你说他一个皇帝这么抠搜，干嘛还要养那么多妃嫔呢？皇后真是好大的口气啊！皇后，朕来了，你怎么不出来迎接朕？是怕朕治你的罪吗？皇上，您来的不巧了，臣妾已经脱衣服了。你，王明德没跟你说，朕今夜会来吗？哎，臣妾久等您不来，就有些困了。皇上，您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你是洪家女，朕就不敢拿你怎么样。你若是不会做皇后，朕不介意教你怎么做。我是冯家女，不是洪家女。你叫洪姓是吧？你若安分守己，在宫里尚可无事；若你蓄意生事，别怪朕对你不客气。我叫冯姓，不叫洪姓。岂有此理！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朕跟你说话？有在听啊。可是皇上，你每次都叫不对臣妾的名字，我替你听着真难受。朕改不了，皇后难受就受着吧。可是皇上叫我叫皇后，又叫得这么清楚。按照常理来说呢，您应该叫我房后，我应该叫您房上，这样才登对嘛。你竟然拿朕的口音在这开玩笑！怎么会？我这是尊重罢了。皇后言语不当，贵妃行为出格，各自禁足1个月，好好在宫中反省反省。不行，臣妾句句言辞恳切，可是您却误会臣妾至此。我生性爱自由，看来我们终究是不合适。皇上不如将我送回西北。住嘴！禁足可免，但是罚俸禄半年，充入内库。还有裴宰府那边，不能让裴宰府绝嗣，皇后自己看着办吧。摆驾！大胆！哎呀，这狗皇后身边就没一个正常人。哼，说我不正常，你才不正常，你全家都不正常，个狗皇帝！呸呸呸！不能让裴家绝嗣，难道那裴公子还能生出好儿子来？全部嘎干净了，生不出来。那这与绝嗣有什么区别？好像没区别。不过也有不绝嗣的办法，让皇帝给裴宰府送几个好生养的，说不定还能老来得子呢，是吧？裴宰府那个老东西肯定咽不下这口气，在前朝一闹，我那狗皇兄肯定焦头烂额。
距离我的大业又近一步。干什么啊？问你话呢。皇后英明，若你想要一个皇子，大可以效仿此法。不过，这后宫娘娘一年见不上皇上一面，你还需要多加安排啊。小美人说的对。摘桃，拿纸笔来。没道理，裴宰府可以，皇帝也可以。后宫这么多人，到时候他们生个孩子，我挑一个过继不就好了？过继给皇后，那就是太子，他们的生母巴不得呢。这可是不赔的买卖。所以啊，得多给他们一点机会。就1个月让皇帝休4天吧。啊，然后剩下的时间，后宫妃嫔按照顺序轮流侍寝。1个月26、7天，皇上都得播种耕田，这其中几天一晚上，您就给他安排3、4个，他腰子受得了吗？哎呀，这个计划是不能改的嘛，大不了给他补补嘛，让御膳房每天晚上给他炒2个腰子吃。可是皇后计划再好，她能按照咱们的计划行事吗？当年在军营里，为了给马配种，我们都是先给马吃点好东西，然后马呢就愿意配合了。这人可比马好变通多了，没问题的啦，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啦。先帝定下的规矩，每逢初一、15，皇上必须要去中宫，实在是委屈您了。委屈？朕委屈什么？朕体谅皇后贤德，往后半个月，朕都留宿在中宫。皇上，您为国家江山社稷着想，奴才佩服。皇后安排的什么劳什子侍寝表，她把朕当什么牛马吗？皇上，您言重了。您身体力壮，后宫娘娘们听说以后都翘首以盼呢。朕偏不让她如愿。哼！牛马这词儿用的甚是精辟，耕地的牛，播种的马，不愧是一代帝王，总结的到位。皇上驾到！皇后娘娘，皇上吩咐他要批折子，让您先睡，亥时末刻的时候来寝殿歇息。好，摘桃，我们随时准备着。好。赵公公，皇后娘娘体恤你服侍辛苦，请你吃点东西，这样才有精神伺候好皇上嘛。哎呀，那奴才就多谢娘娘了。哎呀，好吃，多吃点啊，多吃点。咋下头怎么这么晕呢？有刺客！皇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臣妾来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皇后娘娘留臣妾说了会儿话，后来臣妾倦了，皇后娘娘便让臣妾在这偏殿中休息。皇上，赵如海，给朕滚进来！皇上，奴才不服。去，把里面收拾干净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是皇上。皇上放心，里面没有人，奴才已经检查清楚了。退下吧。
赵公公，天气干燥，皇后娘娘请你喝盏茶润润喉。哎呀，那奴才多谢娘娘了。哎呀，谢谢娘娘。这么洒下头，此情此景，为何这般熟悉？赵如海，田牧。参见皇上，臣妾恰好在皇后娘娘殿内作伴，听皇上要墨，这便给皇上送来了。滚出去！这堂，下一个该侍寝的是谁？陈贵人。安排。不过，咱这算不算在中宫拉皮条啊？把成人之美说的这么粗俗啊！参见皇上。红杏，给朕滚出来！红杏，红杏，你给朕滚出来！朕不想再说第二遍。臣妾衣衫不整，修建天元。要是皇上实在想念臣妾的话，不必了。皇后，自重。皇上这是怎么了？你可知，后宫媚乱君主是大罪啊！他们怎么媚乱你了？你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安排后宫诸人扰乱军心，这不是媚乱是什么？皇上这话就没意思了。我后宫之主，照拂后宫是我的职责，带着他们悠闲度日更是理所当然。是皇上你非要来我的偏殿住着，皇上偏殿频出状况，他们想帮忙，我有什么理由阻拦？偏殿频出状况，归根究底还不是皇后管理不当之责。你扰乱朕处理国务，该当何罪？臣妾不过是感念皇上国事操劳辛苦，想着他们能帮上您的忙罢了。若是皇上执意要处理臣妾，臣妾也没有办法。朕没时间跟你在这诡辩，你好自为之。皇上，废物！本来想让狗皇兄留恋后宫，亏空身体，等到回天乏术、子嗣无望的时候，我就顺利继位。倒是忘了，他极度厌恶女人靠近，看来还得想别的办法了。皇上何故如此生气？臣可以为皇上分忧，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。朕刚从皇后的中宫出来，皇后言行无状，朕属实难忍。难道要把她废了？不，把她杀了。这狗皇兄终于要开始动手了，让本王来助你一臂之力吧！发现有安王余孽，快抓刺客！大胆刺客，开招！敢在中宫行刺，胆子不小。啊，果然这上京城的风水养人，连刺客都生得这么俊美。为了这张脸，姑且饶你一命。把他送去禁房，日后留在我身边，当个贴身内侍。好，放心吧，这条路我熟。估计啊，又是哪个进宫当太监的迷了路，被皇后撞见了，给你们送过来了。你们加个工，把他给弄了。
不能吧？进宫当太监的都是贫寒之人，哪有这般品貌不凡的？你们尽管搁就是了。这可是皇后亲自点名要用的，你千万不能让她跑了。是。放肆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胆敢这样！你莫怕，也就疼这一下，忍忍就过去了。这事儿要不了命的。末将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皇上，饶命！还不快给朕松绑！奴才不知道您是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你们这群狗东西，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连皇上都敢冒犯。奴才当真不知您是皇上，奴才们也是受了皇后娘娘之命。皇上若是不信，可以问那个侍女。那个侍女呢？娘娘啊，你今天回来这么早，一回生二回熟嘛。这上京城的儿郎们，比起草原上的，倒是别有一番风味。娘娘，您的脸，我的脸，我这是过敏了？大概是春天柳絮弄的。您先把那个面纱戴上，我去叫太医。皇后娘娘，皇上过来了。大晚上的他过来干什么？皇上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，您快些准备着接驾吧。那你就说我睡着了。皇后，你该当何罪？皇上深夜来此，不知我所犯何罪啊？大胆！你竟敢把朕送去净身房那种地方！你知不知道，朕差点就被……我不是送的刺客吗？这皇上怎么跟刚才那个刺客一模一样？这个死摘桃，不是说皇上奇丑无比吗？这脸，这身材，早知道他长这样，我就亲自上了，还借什么腹啊？这皇后果真如画上一般，长得是一眼难尽。误会都是误会。那你说说，怎么个误会？古人云不知者无罪，我又不知道您就是那个刺客。你可真是什么都敢说啊！你把朕当傻子吗？他笑起来竟这般好看，之前我真是被摘桃坑惨了。皇上，您那天把脸蒙得那么严实，人家哪认得出来那是您啊？再说了，皇上这腰，这臀……你住口！啊，不说，咱不说这事儿。不说这事儿，凭什么不说这事儿？啊？你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那臣妾到底是说还是不说啊？啊，皇上，您看，要不您今天留下来，臣妾伺候您吧，以消皇上怒火。现在，朕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让周正打你50大板，要么由朕亲自打。你那天晚上怎么打的朕，朕就怎么还回去。那我就给皇上打一下吧。你要是聪明的话，我劝你最好还是选周正来动手，朕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。臣妾选您。真是愚不可及啊！好，这可是你自己选择的，别怪朕对你不客气。皇上，如果是周统领打我，让旁人知道了，会传出我们帝后不和。可是要是皇上打我，打是亲，骂是爱嘛，是我们夫妻间的情趣，这有什么？撒手！来，打吧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微臣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皇上，皇后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难道皇上想置皇后于死地吗？
太医，你来的正好，皇后突然昏倒，去给皇后扎几针，让她清醒清醒。是皇上，皇上先容微臣看看，皇后是因何故晕倒。不用看了，皇后是突然昏倒，你带了多少银针，尽管给她扎便是，直到把皇后扎醒为止。怎么还要朕教你吗？微臣不敢，不过还请先把皇后移到榻上，微臣才好施针方便。哎呀！请皇上恕奴婢力气小，搬不动皇后。不是，就非得搬到榻上，在地上扎怎么了？会扎死她吗？在地上微臣不好施针啊，要不劳驾皇上。狗皇帝长这么好看，心却这么黑，还想扎死我。狗皇后看着挺瘦，怎么这么沉呀？朕的腰，皇上，这好像闪了啊！皇上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皇上，您的腰，皇上您的腰啊！太医，皇上的腰怎么样了？娘娘请放心，陛下的腰基本无碍。太医，帮我给他针灸一下。你针带够吗？不够的话，我让人去取。陛下无需施针，只需按摩即可。皇上的腰很重要，事关千秋万代，你可千万要保住皇上的腰啊！皇后，你不要逼朕废后！皇上，要不然您今晚就住在这儿吧，省得来回折腾。皇后娘娘此言甚是，都给朕滚！微臣告退。皇上，你也给朕滚！可是这里就是臣妾的寝宫啊，皇上想让臣妾滚哪里啊？爱滚去哪儿滚去哪儿，滚到朕看不到的地方。臣妾遵旨。斋堂，咱们可以回娘家了。站住！过来，朕今夜和你将就一下。这才对嘛！臣妾先去更衣。哎，那个面纱就不要摘了。原来皇上喜欢这样的。朕不生气，等朕拿到楚西40万大军，定要将这狗皇后碎尸万段。皇上睡了吗？我来喽。不是，你怎么换这么快？皇上，我来给您更衣。皇后，你沐浴了吗？没有啊。你没沐浴怎么上这个床？可是我没有味道啊。身为皇后，保持自身的端庄和整洁是最基本的。哦，皇上，原来你喜欢制服啊！明白了，那臣妾现在就去换。不是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朕说的是沐浴。臣妾中午都已经沐浴过了。朕不与你计较。皇上，臣妾帮您揉揉腰。皇后看着身形并不胖，朕抱着的时候怎么有如此重量，让朕闪了腰？除非我肉又紧又厚。是吗？皇上要不要摸摸？是不是挺肉？你是在勾引朕？皇上，您觉得热是吗？我怎么不觉得热？一定是你穿太厚了。不知道皇上有没有腹肌呢？朕起来是因为朕口渴，你去给朕倒杯水。伺候您是臣妾的本分，别说为您倒水，
就是喂皇上喝水，也是应该的。你当皇后还真是屈才了。英雄所见略同，不过皇后之上，只有皇帝和太后。我对皇帝这个职位没什么兴趣。真不生气，她是皇后，她身后还有40万楚西大军，现在还不是动她的时候。那就劳烦皇后给朕倒杯水。是。皇上你还好吧？你是想弑君吧？不是，你刚刚突然伸出手，然后我以为有条蛇把我吓一大跳呢。快扶朕起来！好，对不起，皇上。自从冯氏进宫，朕的龙脸被打，龙脖被抓，接着龙爪被捏，龙膝被摔，而今龙腰还闪了，就差……你当真不想弑君？谋杀对我来说有何好处？就算想弑君，也不是现在，起码得把龙种搞到手再说。更何况这张脸我还没看够。亮也不敢。皇上，你没事吧？我帮你叫太医，你的龙腰可不能有事啊！太医，斋堂。周正，传太医。这年轻人可真会玩，3更半夜的还传召我这把老骨头。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太医，今夜皇上又不慎闪了腰，你去看看有没有大碍。是。顺便再看看其他方面。其他方面是指？就是那方面，看看有没有影响。臣明白。说说看，你明白了什么？那一方面是指哪方面啊？那个太医啊，快给皇上号脉，皇上的龙腰要紧。是。哼，娘娘，可否进一步说话？皇上除了龙腰受损以外，身体健康。那方面也没有问题。那为何皇上在后宫频洒雨露，却不见开枝散叶的？兴许是时机未到，也许是火候不够。趁着这次给皇上治龙腰的机会，你得开些提升腰力的药，给皇上壮一壮威。这还不够，还得吩咐御膳房做一些腰子、韭菜之类的，补补身体。皇上昨夜夜宿中宫，又傻了腰，还连夜召见了太医。不是啊！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谢万岁！皇上，切莫纵欲过度，亏空了龙体呀！皇上如今腰力不济，一切当温和行事，更加切忌行动过激，一定要温和呀！你们，朕无事，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赵如海，摆驾回宫。皇上何故如此大动肝火？你没见到朝臣们是如何污蔑朕的吗？皇上与皇后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，反正他也待不了多久。倘若皇上努力，让皇后对皇上心生爱意，倒也省了许多事。听闻皇后最爱美貌之人，皇上又生得如此英俊不凡。倘若皇后一心放在皇上身上，事事以皇上为先，处处替皇上考虑，不愁冯家不为皇上所用啊！想的倒挺美，
不过这个狗皇后脑子里压根儿没有情情爱爱这回事儿。皇上在皇后那里屡出意外，怕是皇上没与皇后圆房吧？眼下帝后刚成婚，尚没人敢说什么，但时间久了，怕是不妥，还请皇上。这些事情还用不着你教朕，臣言尽于此。你这丹药似乎药效不太稳定啊，是不是在星辰殿当差当久了，已开始敷衍朕了？此丹药一直由臣把关，从未出现纰漏啊。那新婚之夜，皇后喝了合卺酒，却一点事儿没有。此丹药查酒不忌，会不会是皇后根本就没喝酒？新婚之夜连合卺酒都不喝，会一心一意待朕？赵如海，吩咐下去，晚上去中宫用膳。自从进宫，第一次见娘娘这么开心。咱们不是商量着要去父留子吗？那也得先有儿子。我今天开始锻炼，就是为了将来怀孕做准备。孩子？难道昨晚……好你个斋桃，你差点坏了我的大事。昨晚的刺客是皇上，好一个俊俏的儿郎！你居然跟我说他丑得惨绝人寰。那可不能怪奴婢啊，要怪就怪那个钦天监算命的，他讲话就是绕来绕去的，这分明就是包藏祸心，存心想要帝后不和。奴才赵如海参见皇后娘娘，皇上有旨，晚上来中宫用膳，还请您好生准备着。用膳？膳以形补形，不错不错。多谢赵总管提点，老奴告退。斋桃，你去吩咐御膳房，晚上多做几道善于的菜式，送到中宫来。见过皇上，皇上快来用膳吧。不就是出卖了色相吗？能换得40多万大军，朕不亏。哼。皇后，这是什么？爆炒鳝鱼。这个呢？啊，醋溜鳝段。哼，那这个呢？很明显嘛，黄鳝汤。不是，你是跟皇上有仇吗？非得把他一家换着花样做？皇上，是你自己要吃黄鳝。朕何时跟你说过这种话？你白天让那个谁来通知我说晚上跟我一起用膳。我为了让你吃得尽兴，还特意嘱咐御膳房多做几样花式呢。赵如海，去吩咐御膳房，让他们不用备菜了。是。皇上，来，东快尝尝，说不定很合你胃口呢。皇后辛苦了，趁这个菜还热乎，多吃几口。御膳房是换了新厨子吗？好像是换了。这个新来的厨子手艺不错嘛。朕知道皇后来自西北，特意给你找来的厨子。来，那这说明我和皇上心意相通嘛。多谢皇上，皇上你也多吃点。啊，皇后，你明白朕的心意就好。多吃些，等会儿才有力气。皇上，既然这晚膳也用完了，不如我们……不急，朕还有政务没处理完。朕再批会儿折子，皇后先休息休息啊。美人就是美人，工作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。难道是刚才的菜太咸了？斋桃，怎么觉得有点口渴？你帮我倒点茶水来。
是。渴就对了，你要是不渴，那厨子不是白换了？皇上，快，给我来一杯，正好我也想喝。狗皇后，你终于中招了。软狼，你终于愿意跟我试试看。刘郎，你这手不愧是文人的手，你瞧瞧你这手长得白白净净的。梁郎，我跟他们都是逢场作戏，我对你才是最认真的。这皇后怎么这般的水性杨花？红杏，这名字还真没记错。我这人还有点特别的癖好，还喜欢花样多一点儿。等着，你这个儿郎长得更是合我胃口。哎呀，这模样真好看。红杏，你放肆！狗爷，这性格我喜欢。等着，我那有那个猛男蹄类，今日要你尝尝。等着。这红杏吃完药这么久，药效怎么还没发作？难不成这药变质了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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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皇上，该上早朝了。皇上，皇后呢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一早便去汤泉沐浴了。她倒是会享受，作践完朕就跑了，当朕是什么？皇上息怒。给朕更衣。是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万岁！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皇上，不知是谁如此大胆，竟敢损伤龙体，这实在是不合体统啊！赵如海，皇上，你去中宫跑一趟。是。早上皇上走的时候，杀气腾腾的，可能是昨晚累上了吧。昨晚皇上和皇后做什么了？昨晚应该是遭了盗了。奴才参见皇后娘娘。皇上说落了本重要的折子在您这儿，特命奴才来寻。既是重要的折子，那一定找到才是。进去找吧。是。
姑娘，你在找什么啊？皇后娘娘的贴身衣物不见了啊？该不会是皇上带走了吧？这个，我觉得应该不会。这，你再找找。嗯。皇后娘娘的贴身衣物，岂是你们能看的？赵公公，奴才在。你找的可是这个折子？这不是吧？皇上嘴上说的是折子，可是下的令是找一只小巧的青瓷瓶子。不是，皇上昨夜只是在这榻前一直看这本折子，没动过其他的。他也没在床上看过折子，你们去床下找什么？多谢皇后娘娘，奴才告退。有无发现？找到了这个。没什么味道。皇上，奴才该死，皇后娘娘非说折子是您掉的。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不堪入目！哎呀，怎会有这种东西啊！这皇上，此等污秽不堪之东西，怎能同国家大事混在一起？皇上处理政务时，却分身在这等东西上面，实在是有伤风化。皇上，不是，切莫沉迷此道。各位大人，老奴可以作证，皇上确实没有看过。赵公公，你仔细瞧瞧这本册子的书皮，发旧的都成这个颜色了，这明显是都快翻烂了，怎能没看过呀？这皇后驾到！微臣许来参见皇后娘娘。整个皇宫只有这里能炼丹？正是。那徐大人不妨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微臣不知。酌情丹怎么会在皇后手里？不知道也不妨事儿。你吃一颗，切身感受一下，不就知道了？这怕是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要是切身感受以后还不知道，那你就是真的才疏学浅，在星辰殿当差显然不合适。不如你去后宫报道，再到我中宫当差。皇后娘娘，这事让我来，我跟净身房的公公已经很熟了。皇后娘娘，微臣好像突然知道这丹药的功效和来历了。哦，什么功效？这是酌情丹，服用之后可以让人产生幻觉，做出男女情难自禁之事来。这真是个好东西。奴才还从来没见过皇上这么高兴过，不知是哪位后宫娘娘？随手画的。收起来吧，记住，要仔细收好，用朕司库里收着的锦盒装。是皇上。皇后驾到！臣妾参见皇上。皇后来的正好，朕正好有些问题
想请教请教皇后。所以我们才春宵一度，不知皇上想问什么呢？阮郎是谁？刘郎是谁？梁郎又是谁？他们不过是臣妾的朋友。确定不是皇后的相好？我们真的只是好朋友，我们之间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没有。你若现在跟朕交代清楚，朕不会拿你怎么样。你若是有所隐瞒，来日朕知晓，朕定会定你欺君之罪。臣妾当年确实对俊秀的儿郎有过一些小想法，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，臣妾一直都没有得过什么。现在臣妾已经是皇后了，就是谁还没有点过去呢？那现在过去都已经过去了，就让他过去吧。臣妾都没问过皇上。皇后确实厉害，多谢皇上赞赏。你是想把朕气死，跑来篡位吗？皇上，臣妾对皇帝之位没有一丁点儿的想法。皇上，口渴了吧？来，喝点热茶。不用，朕不渴。皇上，臣妾看您脸色不佳，不如用点丹药吧。朕身体好得很，不用进补。皇上，您年轻，有点毛病呢，就要早点治，早点调。这丹药啊，虽然是进补的东西，但它治标不治本。这后宫开枝散叶可是大事儿，全靠皇上您。您啊，得把它视为正事才是。你才有毛病吧？皇上，咱可不能讳疾忌医啊！你，皇上，这化妆好了。这什么东西？拿这么好的锦盒装啊？皇后确定要看吗？这里面的画是朕的心爱之人，要看吗？娘娘，刚进宫的小太监都在中宫等着分配呢。按照您的要求，都是容貌不俗的。皇上，臣妾宫里还有一些事，就不打扰您欣赏美人了。臣妾先告退。小儿郎们，我来了！赵如海在。永安王妃上表进宫问安，朕准了。刚才出门着急，皇上刚才说谁要进宫？好像是永安王妃。这永安王妃若是入宫啊，宫里头可就热闹起来了。站住！见过皇后娘娘。你刚才说皇后刚进宫，怕是不知道皇上的前尘往事吧？嘉贵妃不妨细说。想当年，皇上还是王爷的时候，便和现在的永安王妃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奈何先帝一道圣旨，可怜太傅孤女独身一人，将她许配给当时的太子，就是现在的永安王。我们的皇上从此便再无心动之人。这心爱之人变成了兄弟之妻，好一段痛彻心扉的爱情故事。这永安王妃才貌无双，冠绝京城，可以说是咱们皇上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啊。那这么算来，在西北的时候，我岂不是有一片白月光？皇上特地下旨，召他入宫，可见其心意。想必那锦盒里装的画像，便是永安王妃的。这化妆好了。这什么东西？这里面的画是朕的心爱之人。永安王虽是皇上的弟弟，但如果皇上想召见王妃进宫伴驾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怎么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？摘桃，我觉得嘉贵妃说的有几分道理。我们要赶在永安王妃进宫前有所行动了。她的心倒是其次，重要的是子嗣。娘娘，
您说谁要进宫？哼，我倒是忘了，咱们还有这个军师呢。娘娘，这永安王妃可不能进宫。她要是进宫，和皇上旧情复燃了，与娘娘的大计不利啊。她进宫来，要是看见我这副模样，岂不是要毁了我一世英名？那你有什么好主意？说来听听。咱不如将永安王妃暗中除掉，以绝后患。他前脚刚被皇上召进宫，后脚就叫我去把他给杀了，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那咱换个委婉点的，永安王妃她吃杏仁过敏，不如……你怎么对皇上和王妃这么了解？臣只是想尽快的辅佐您完成大业，因为什么？快说，别娘们唧唧的。因为臣的兄长差人来信说他病入膏肓，时日无多，想在临死前见我最后一面。可是臣还想尽力辅佐您，真是众小难两全啊！我这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不少，你还是回去照顾你兄长吧。多谢娘娘体恤。这折子刚拿回来，您就这般着急进宫，会不会显得……这折子上的指印证明他还在被我牵动着情绪，那我入宫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。是，您和皇上才是青梅竹马，这皇后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。如果我当初没有求先帝嫁给太子，而是等着他来娶我……大胆！什么人竟敢冲撞永安王妃？王妃恕罪。王妃，您没事吧？无事。自从嫁进王府，便事事都不顺心。王爷也是个没用的，从前当太子就不着调，现在更是3天2头见不着人影。如今皇上身边也没个可信任的人，新皇后连宫女都管教不好。待我今后入宫，我定然参见永安王妃。嘉贵妃娘娘有请。走吧。想当皇帝，就要忍常人所不能忍。谁在念叨着？皇上，您可要注意龙体呀，要不要传太医呀？皇上，咱可不能讳疾忌医呀。朕说了，朕没病。是，永安王妃接过折子，已经入宫了。她来的倒是快。永安王妃是已故宁太傅之女，最是知礼懂规矩的。她才不是懂规矩的人。她要是真心待朕，就应该帮我把皇后处理了，正好给永安王拖下水，让朕坐稳江山。自打入春以来，这杨絮柳絮的满天飞，可惜了您的这张俏脸，只能整日以纱露面。没事儿，用完药就好了。娘娘是喜脉，当真？咱们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回去养胎吧。等孩子生下来，咱们就打回来。回家？先不急，那皇帝人虽然很狗，但他那张脸我还没看厌呢。先把东西准备着，等我看腻了，咱们就回家。皇上驾到！臣妾见过皇上。永安王妃呢？皇上找人，怎么还找到我中宫来了？按照规矩，王妃进宫是要给皇后请安的。
皇上，您这吃相未免也太难看了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您要找王妃来伴驾，你好歹给人家安排个近点的住处，动不动找人都找到我中宫来，什么道理？后宫能传如此谣言，还不是拜皇后所赐？启禀皇上，嘉贵妃差人来禀告，说永安王妃身体不适，特安排其在宫中小住些时日，休养身体。嘉贵妃还真是深得圣心啊！一定要让嘉贵妃给永安王妃安排一个离皇上近点的住处，越近越好。此事不劳皇后费心了。赵柔海，永安王妃身体不适，传永安王明日进宫陪伴王妃。是。如此便能堵住悠悠之口了。皇后当真是大度。摆驾回宫。是。摆驾。娘娘，你怎么如此在乎皇上的声誉？他有白月光接盘，更方便咱们离开。妙哉妙哉，此计当有大智慧。奴才参见王爷。赵公公，皇兄有何事劳烦你亲自跑一趟？永安王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永安王妃于公诸突然时疾，特召永安王入宫小住，陪伴王妃已是天加恩德，钦此。皇宫是皇兄住的地方，我如今已有封地，再入宫居住不合适。王爷，您不用妄自菲薄。皇上说了，许久未见永安王，正好趁此机会一叙兄弟之情。平民百姓尚且知道兄弟妻不可欺，这对狗男女，等我登基以后，一定把他们都杀。王爷，快接旨吧。臣弟接旨。那奴才先退了。罢了，朕不晚了。外面的风言风语，皇上不必放在心上。只要皇上始终不与永安王妃见面，要不了多久，这些流言就会无疾而终。这个朕自然知道，朕要他进宫，另有目的。皇上圣明。不过微臣夜观星象，今夜恐有暴风雨，不宜出门。皇上，永安王妃差人来报，王妃病重，今晚在湖边设宴，想见您最后一面。你去告诉他，朕不去。罢了罢了，顾念太傅对朕的恩情，朕晚上会过去的。哎，摘桃，你这消息准吗？包准的，钦天监亲口说的，皇上晚上会来赴会的。哎，这病中西子相邀湖畔对酌，别说是皇上了，我看了都心动。可我还是觉得少将军最好看。来了来了，凤哥哥。永安王妃说话就说话，能不能不要这么假？朕的晚饭还没吃，胃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吐。凤哥哥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朕的名讳不可随意叫，还请注意身份，永安王妃。可我至今还记得，我成婚那日，你明明哭得那么伤心，不住地央求我不要嫁人。每每想起那一幕，我便心如刀割。那个少年在那日已经去了，王妃莫要再提。臣女不过是想……你别喝了，你病还没好。
我就知道你还是关心我的。我答应过太傅，会保你一世无虞。你以为我愿意嫁吗？都是父母之命，先帝赐婚，我别无选择。我想跟你解释，可你根本不愿意听。跟朕解释什么？你去请婚的那一日，朕都看见了。今日你我之间把话说清楚了，以后彼此互不相扰。哇哦，是吗？皇上倘若心里真的放得下，那后宫里的那些女子，你为何从不留恋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啊，吃到大瓜了！我就知道，导致朕现在很厌女。我难受，好热。凤哥哥，我若说我至今仍是清白之身，你信吗？我未曾与永安王圆过房。你圆没圆过房与朕何干？凤哥哥，松手！松手！别逼朕动手！我心里面只有你啊！只有我？救命啊！救命！救我！周正，给朕滚出来！是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把人救上来。皇上，臣一介粗人，与王妃始终男女有别呀。那要不要把你送到净身房去？这样就不存在什么男女有别了。那倒不用。该死，还是中招了！他居然在蜡烛里下药。皇上，现在怎么办？还要朕教你吗？把他带回去，叫太医。是。这就走了？哎，没事，走了，回去。谁？是你？是你？你到底是后宫中人，还是我的梦中人？我怎么从未在宫中见过你？这小皇上虽然有些愚蠢，却实在美丽。告诉朕，说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不过你既然重要了，不做点什么，岂不是亏了？奇怪，这感觉怎么如此真实？脸蛋不错，身材更好。光是睡个俊俏儿郎，那感觉还差点意思。可是想到他是个皇帝，就带劲多了。
奇怪，我仿佛又看见了那夜的女子。出车！啊，皇上，左岸镇，属下送完永安王妃以后再回来，您正抱着一位女子进入寝殿。那你可看清她的容貌了？未曾。摘桃，通知下去，今天早会取消，我再睡会儿。娘娘放心，我这就去。奴才参见皇后娘娘，皇上让奴才告知您，昨日永安王妃不慎落水，到现在水米不进，药也不喝，还请娘娘过去劝劝。永安王妃落水，皇上怎么不自己去？娘娘，您贵为后宫之主，自然是管理起来更为方便一些。既然皇上让我去劝，此事包在我身上，我定会劝得那永安王妃药到病除。娘娘英明，那奴才先告退了。怎么这皇宫就和我犯冲？刚准备入宫去给狗皇兄请安，赵如海又告诉我王妃掉水里了，真是没一个让人省心的。臣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这不是我的狗头军师吗？你怎么在宫里？这是在宫里，我好像迷路了。哎，哦，这玉佩好生眼熟啊，是你的？娘娘说笑了，这玉佩乃是十分重要的物件，我怕弄丢了，便一直带在身上。你神出鬼没的，还是放在我这里靠谱。你可不能迷路了。你家里不是还有一个病重的兄长等着你照顾呢？这样吧，摘桃，给他指条明路。不用了，我认路。告辞了。走吧，人命关天，咱们见王妃去。你去将这封折子送去皇上那儿。是。王爷，你怎么会在宫里？皇后驾到！哎，王妃还病着，不必多礼。臣女给皇后请安。臣弟参见皇后。倒是王爷很像一位故人啊。皇后娘娘说笑了，臣弟从未见过皇后娘娘。不知皇后前来有何贵干？我来劝劝你，想开些。哎，永安王好生眼熟啊！臣弟确实从未见过皇后。王爷，皇后这块玉佩可真好看，乍一看跟您的那块简直一模一样。皇妃莫是病中眼花了？我的玉佩怎可与皇后一样？皇后可否摘下，给臣女细看一番？王妃当真想看，那你把药喝了。这果真是王爷的玉佩，后面还刻有永安二字。皇后与王爷通奸，这把柄还掉在我手上，
这下看你们该如何辩解。哼！王妃，你要不再好好看看？还真有永安二字，千真万确。不知王爷的玉佩怎么会恰巧落到皇后手里？啊，我进京途中遭人偷袭，这玉佩就是那歹人身上掉的。那可能真的是臣女看错了。好好的通奸，怎么成了谋反？还不是都怪你多嘴！皇上驾到！臣弟参见皇兄。臣女参见皇上。都平身吧。永安王妃，你呈上来的和离书，朕看了。还请皇上恩准。你和永安王的婚事是先帝御赐的，御赐的婚约岂能说离就离？除非只要能和离，臣女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除非永安王妃能得到先帝的允准。你二人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谁离了谁都是苍天无眼，天道不公。朕不仅不会允准，还会看着你们二人相伴一生，白头到老。皇上，当真要这样折磨我吗？哼，你自己选择的道路，何谈折磨？况且，朕只是觉得，感情一事要从一而终，不可三心二意。臣弟恳请皇上准许臣与王妃和离。那你们二人，谁先下去问问先帝啊？只要他准，朕自然没什么好说的。啊，永安王妃要喝完了，人也精神了不少。我任务完成，先回宫了。等等，永安王的玉佩为何会在皇后手上？皇上好眼力，一眼就认出这是永安王的玉佩。好啊，你们两个居然背着朕私相授受，请皇兄明鉴。皇上，先不要生气，不然又要惹人误会，还以为皇上着急给我和永安王扣帽子，如此就能踢开我这个皇后，摆平永安王这个障碍，好长长久久的霸占他的王妃了。那皇后就跟朕说说，这玉佩从何而来？进京路上被刺客行刺时捡的。皇后进京遇刺一事，不是早已上报朝廷？朕怎么没有听说还捡到了这枚玉佩？莫不是刺客不慎落下？那这二者联系起来，岂不是等于行刺我的人是永安王了？臣与皇后无冤无仇，没有理由行刺啊！请皇兄明察，还臣弟清白。物证在此，加上皇后的指认。慢着，我还没指认。当晚确实有一波刺客行刺，但突然跳出来两个黑衣人，救我于危难。这玉佩应该是那两个黑衣人掉的。皇后就如此断定，他们二人是救你？自然，难不成皇上也在当场，看得比我还清楚？臣弟的玉佩早已丢失，至于黑衣人，应该是阴差阳错。只可惜他们走得太快，还没来得及给那两个英雄立个碑。够了！永安王，你刚进宫就惹出这么多是非。臣弟请旨，自请去封地戍守。朕准了。带着你的王妃一同走。是。朕看你
有些面熟，把面罩摘下来。他不会要算昨晚的账吧？可药也不是我下的，我认下来岂不是亏了？皇后啊，朕在和你说话。皇上，臣妾脸近日有些过敏，要是摘下来，恐污了皇上的龙眼。朕在想什么呢？昨夜的女子花容月貌，风情万种，肯定不会是这狗皇后。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了，皇上，臣妾还有事，先行回宫了。周正，皇上，人找到了？还没有。那就继续找。属下斗胆，皇上是不是误服了酌情丹？徐来的酌情丹，整个宫中就只有我和皇后有，永安王妃不可能拿到，除非徐来。皇上，启禀皇上，微臣有大事禀报。说，臣夜观星象，近日天喜星所散发的光芒照于地星之中，您红鸾星动了。刚刚狗皇帝已经开始怀疑我了，等会儿咱们趁着侍卫换班，迅速离开皇宫。斋堂，多顺点钱出来，毕竟路上住店吃饭都要钱。明白。啊，对了，记得把我那顶凤冠带上，那个值钱。是，少将军。对，还得给我爹写封信，报个平安。这帮太子下手没轻没重的，差点扎死本王。皇天后土，天地不和，后出宫于西北方向去。我的夺位大业是时候开始了。皇上，永安王自从出宫以后，不知受了什么刺激，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闭门不出。继续盯着，但不要打草惊蛇。属下遵命。皇上，大事不好了，皇后娘娘失踪了。什么？皇后娘娘回宫之后就紧闭宫门，直到晚上送膳食的小太监进去之后，才发现除了洒扫的宫女，皇后娘娘和其婢女都不见踪影。奴才找遍整个中宫都没找到皇后。走，去中宫。这不是皇后娘娘的画像吗？说什么？这是谁的画像？回皇上，奴才侍奉皇后也有些时日，这分明就是皇后的画像啊！你确定？确定。走，去中宫。是平时皇后娘娘的请帖，不让我等进去释放，奴才有罪啊！朕问你，这是皇后的画像？回皇上，是。那晚的人，竟真的是皇后。启禀皇上，嘉贵妃差人来报，说后宫不知有谁善用安胎药，请您彻查。安胎药？那不是朕和……皇上，这是太医院开的药方，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。这个狗皇后，怀孕了还带着宫女出宫，想必是回西北了。备马，朕要出宫。小心，哪有那么娇气啦？哎呀，我的少将军啊，这怀着孕呢，还日夜兼程的赶路到西北，我都担心死了。还好他比较乖，一路上都没怎么闹我。爹，
娘，我回来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在京城啊，一定吃不好住不惯的，看你都瘦了。姐姐来信说怀孕了，我是不是要有外甥了？啊！哎呀，你个调皮的，小心别碰到你姐。你此番回来，必然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不管你做什么，爹永远都是你的后盾。我就知道，爹和娘最爱我了。好了，这里风大，咱们进去说吧。来。如今我已怀有身孕，等几个月之后生下孩子，咱们就打回去。怎么感觉咱们闺女从皇宫回来，更想造反了？闺女长大了，自然有她的道理。入宫以后，我才发现那狗皇帝就是个昏君。怎么说？他呀，招了一众如花似玉的美人进了后宫，把人招进来以后，就喂人吃丹药。可怜他们如此蹉跎度日，被骗了还不知道。那确实挺缺德的。哦，再说前朝，朝堂之上几乎不讨论国事，重用一个宰辅，每天就管他后宫的破事。没想到京都里的统治阶层竟是这般风气。闺女，你放心，爹支持你，咱们反。不过女人10月怀胎还得坐月子，孩子长大也需要时间。皇帝在京城不会发现什么吧？他应该不会吧？他不太想看见我。哎，斋桃，快把我在宫里的画像拿出来，母亲和父亲还没见过我穿宫装的样子呢。哎呀，少将军，咱们那画好像落宫里了。什么？没事，迟早都能看见的。我闺女肯定穿什么都好看。还是母亲头脑清晰。皇上，他们果然要密谋造反，简直是罪无可恕。给朕闭嘴！要是被他们发现，朕拿你试问。是属下知错。朕好像有点喜欢上他了。说起来，你之前给朕拿的画像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属下刚到西北，就听闻皇后西北女霸王，威名远扬，街上四处都有画像，属下就买了一张最能入眼的呈给皇上了。如此办事不力，回去领4世大棍。是。斋桃，哎，请皇上恕罪，属下不是故意打您的。起来吧。幸亏朕反应速度快，他们应该没发现。画呢？啊，拿出来呀！啊！要是画坏了，朕拿你试问。没有坏。这徐来也不全是胡说。朕与皇后就是天作之合，朕与她明争暗斗的交手，居然暗生情愫。朕与她两情相悦，天作之合，情投意合。民间讲究嫁娶，皇上当初好像彩礼都没有准备。那朕对她的态度如何？好像不太好。婚后朕与皇后相处的如何？这……哎，行了，朕知道了。你说皇后会原谅朕吗？皇后是识大体之人。你去给朕准备一份……哦不，来不及。你去给朕置办一身行头。女婿第一次上门，不能太寒酸。是。
你们跟随本王多久了？属下们从小被您所救，不论您想做什么，都誓死追随。好，皇后如今已经回了西北，咱们动起手来就方便多了。本王接到了可靠线报，我那狗皇兄也出了京，回了西北。只要他俩都葬身于此，那么本王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继承皇位。王爷计谋无双，属下佩服。来，你们都附耳过来，来，给你。来者何人？你去通报，就说冯元帅的姑爷前来求见。报，来了2个人，其中穿着好的说他是元帅的姑爷，前来求见。谁？姑爷？来了2个人，其中穿着好的说他是元帅的姑爷，前来求见。我去看看，到底是谁敢自称是我的姑爷？哼，走。是谁敢称是我的姑爷？小婿沈凤见过岳父大人。小婿冒昧前来叨扰，还请岳父海涵。臣参见。岳父大人，这里不论君臣，都是小婿不好，惹娘子生气，回娘家小住。如今我来接娘子回家。这里不方便，请进来说话。什么人敢在元帅府犯案见商人？我的好皇兄，别来无恙啊！永安王，皇兄皇嫂，既然你们人都齐了，那我也不废话了。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！我不管你是什么王，胆敢造反还想杀人，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周正，是。翟唐，我要活的。是。上！永安王，想不到几个月过后，你又跪在这儿了。成王败寇，本王无话可说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我敬你是条汉子，不如你换回女装，继续给我解闷儿。女装？皇上有所不知，永安王曾经男扮女装，跟在皇后身边，给皇后出谋划策，尤其是关于弑君夺位之事。真是有碍观瞻。事已至此，本王宁为玉碎，也不受你们屈辱！娘子小心！待在娘娘身边那么久，你应该清楚娘娘的手段吧？净身房的路线我熟，看在咱们相识一场的份上，不会让你痛苦的。走。皇上，反贼已除，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。那我的谋反皇后可愿跟朕一起想着太平天下？我当年要入宫，可是想去当太后的。等孩子出生以后，我退位当太上皇。君无戏言。周正，拿朕的圣旨过来。虽说君无戏言，但人心难测。这道空白圣旨是我娶你的聘礼，归洪元帅保管。
是冯元帅。啊，走吧。慢点，娘子。娘子，小心烫。娘子可是饿了。摘桃，去传膳。真是受够了。啊？娘子，要是无聊的话，为夫可以陪你切磋一下。看着，娘子小心。那天晚上是你。娘子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等等，让我猜猜，你想杀了我，然后呢，嫁祸给永安王，一箭双雕，倒是个好主意。不过，娘子聪慧过人，不过你武功差了点儿，菜就多练。是，都听娘子的。周正说，永安王的余孽清理的差不多了，连岳父大人都接受我这个女婿了。娘子什么时候跟我回宫啊？不急，我这都显怀了，懒得动。那就等咱们的儿子出生，我退位，让他做皇上，咱们俩辅佐他。万一是女儿呢？那就让他做女皇。他的父皇还健在，母后手握40万大军，我看谁敢不服。这边。哎，